公元前311年，秦王嬴驷去世，谥号为秦惠文王。秦惠文王在位时，继续了商鞅之法，任用各国人才，占领汉中，收并巴蜀，北扫一衢，使得秦国领土面积骤然扩大数倍。秦惠文王是秦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一代君王。秦惠文王死后，由太子嬴荡继位，史称秦武王。再有几日，新王就会依照先王的遗诏，分封宫里剩下的几位公子。不知继儿会被封到哪儿去？先王在世时，已给继儿做好打算。若不出意外，我们将赴蜀地。既然这样，香儿、慧儿还有木星，自然是要跟我们走的。剩下的人愿意走的一起走。实在有难处不能走的，多散些钱财，让他们各自也有好的去处。这么说，我们也应该尽早收拾行装，免得到时慌手慌脚的。倒也不用慌张。宣诏后，若真要启程，还有10日。再说路途遥远，东西带多了反成累赘。蜀地那边有司马将军和小冉主持，就算缺了什么东西，到那儿再置办也来得及。这几日为了打理先王的后事，会后疲累很了，喝碗绿豆汤解解暑，一会儿早点歇息吧。我只不过勉强尽责罢了。先王死前，待我情义全无，如同路人。我和他只剩下名分了。小的拜见惠后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小的禀报之事过于机密。此时此刻，在我这儿，什么事都算不上机密。惠后大约不知，先王临终前曾经让木间取了一样东西给他。什么东西？有可能是遗诏。说吧。先王病重的时候，小的在承明殿跟着太子一旁侍奉，偶然看见先王临终前曾要木间去拿了一个专装诏书的木盒子。只是一个盒子。木间打开时，小的瞥了一眼，里面装的的确是帛书。什么内容？小的没有看到。此事先王隐瞒惠后，那诏书一定是对惠后和大王不利的。一派胡言！先王是当着众臣的面传位给当儿的，你却说有什么不利于我和大王的诏书？你是想谣言惑众吗？小的敢以性命担保，绝无虚言。惠后息怒，依奴婢看，这冯甲贼奴也许贪图富贵，但不像是有胆量胡编诏谕之人。是，小的对惠后和大王忠心不二，句句是真。那所谓的遗诏如今在何处？小的不知。你赶紧给我去找，务必要找到。是。
干爹，喝碗绿豆汤解解暑吧。等我干完这最后一件差事，也该告老了。以后这宫中就是你们的天下了。干爹，您说哪里的话呀？这宫里头要是没有您坐镇，可怎么得了啊？时移世易，一个下人，这辈子只能侍奉一个真正的主子，侍奉多了，那就里外不是人了。干爹，那您的位子打算让谁来接手啊？这是你应该问的吗？小子，秦宫的换者令不是你想接手就能接手的。干爹，我听说先王曾经留下一份遗诏，您老可知啊？你说什么？遗诏？哎呦！你再敢说一个字，马上从这给我滚出去！您自己刚说过，时移世易。您老以为，如今还是先王在的时候，您是这宫里的头一号呢？大胆！哎呦！你跟你干爹下药。儿子，跟干爹学的本事不少，但下药这一手，干爹就要向我学了。干爹别恼，小的若不用这一手，你还不得把儿子给打残喽啊！干爹，这药想解并不难，儿子手里就有解药。但是，干爹得告诉儿子，那先王的遗诏到哪儿去了？做梦去吧！既然我的天寿已尽，也该随先王去了。只要您告知那遗诏的去处，儿子必定好好打发您的后事。您辛苦一辈子了，若是能够陪葬惠灵，那是何等的风光！若是尸骨无存，野狼啃咬，那又是何等的凄惨呐！何况这秦宫9等18般刑罚，您也是烂熟于心的。这一招一招的过，只怕干爹这把年纪很难再撑得住喽。您还是说吧。哎呀！儿子，好好给你干爹收拾。大王，老奴随你去了。哎！吃了苏金软骨散，怎么还能动得了剑呢？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！龙甲，你们混账的卑主家族！
走！我找仔细了，不要放过任何角落啊！仔细找。怎么样？小的拜见会后。怎么样了？找到没有？还未曾找到。一群废物！小会后放心，小的一定能够找到那样东西。先王让穆坚拿的诏书，定是交给了什么人？小的记得，先王单独召见的人只有嬴夫人和芈八子。一定是芈八子，一定是芈八子拿了诏书。行了，都起来吧，不用找了。那这诏书，呈诏的人要没了，这诏书还有用吗？